谁？谁在那里？我又看到了未来吗？你是谁？又想告诉我什么呢？等一下，至少先让我看清你的样子。这是哪里？发生了什么？所以，我现在反而在自己的梦境当中吗？居然什么也没有。说的也是，毕竟我在拟似时间晶体中的活动方式，就像人类做梦那样，所以即便把我困在梦里，我也没有办法梦到新的东西。毕竟我只是个故事的记录者，而不是创造者嘛。比起这个，还是尽快找到离开这里的方法吧。不知道牙医他们怎么样了？不过，依照我之前所看到的未来，他们应该已经平安脱困了才对。不对劲，我是不是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？好黑，这样下去什么都看不到，要怎么离开呢？怎么？刚才有谁做了什么吗？是巧合吗？还是尽快找到出口吧。原来我的梦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是……怎么会？继续前进吧。好空旷，是因为我的存在并没有和任何故事关联吗？这还真是个让人伤心的发现呢。奇怪，这里也遇到了阻碍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不行，完全没有头绪。这样下去，我要在这里困到什么时候？要尽快离开这里才行。奇怪，为什么这里有崩坏兽存在？这里不是我的梦境吗？算了，来不及考虑这么多，先应战吧。究竟是谁？算了，比起这个，还是继续寻找出口吧。现在要往哪边走呢？
总觉得我现在有一种很奇妙的直觉。不，这更像是有人在直接和我的意识对话。前面就是出口了，对吗？谢谢你。从刚才开始，你就一直在指引着我，你一直都注视着我们，对吗？毕竟是很明显的提示呢。由于我的存在方式格外不同，所以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异常哦。请问，你就是时间吗？我所看到的，不是你眼中的故事吗？从诞生的那一刻起，我眼中的世界就被划分为无数段平行的时间。在没有尽头的时间里，我经历着无数的过去和未来，见证了无数相似的故事。那些故事长短参差，各有不同，有些如同昙花一现，转瞬即逝，另一些则如同涓涓细流，通向了更加遥远的未来。唯一不变的是，我一直注视着那些故事，一直守望着故事中的未来，直到最近我才明白，这些时间只因为某个人才会存在。在每一个他加入的时候，故事都会产生新的轮回。他与我一样，见证了故事的始末，渴望着看向更远的未来。他的每一次选择，都会将故事稍稍重写，幻化出只属于他的面貌。那个人是你吗？或者说，是你们吗？果然呢。你好呀，时间的起点与终点，一切故事的起源，想不到会以这样的方式与你们相见呢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作为故事的见证者，在无数种过去与未来的可能之间徘徊，但是真想不到，终有一日，我竟然会与这一切的制造者得以相见，真是令人十分感动的一幕呢。而现在，你们竟然会出现在这里，也就是说，我所看到的那个未来已经触手可及，对吗？我就知道，在看过他们的故事之后，不会有人视而不见。毕竟，那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故事啊。懵懂少女一路磕磕绊绊，经历了无数欢笑与眼泪，成长为可靠的女武神，让人很想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，你们最棒了，也更想告诉他们，是啊，看来我果然是因你而生的生命呢。谢谢你，与你在一起的漫长故事，我也终于想起来了。谢谢你，这一次轮到你来指引我了。啊，是你？那是在量子之海里的。让开！你是什么东西？另一位希尔，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初次见面，
你很敏锐，察觉到了我不属于这里，但不必担心，我没有恶意。我察觉到了你们对我的呼唤，因此才会出现在这里。也正是你们的呼唤，帮助我从梦境的牢笼中获得解放。所以，作为回报，我很乐意帮助你们。啊，对了，德丽莎她……没关系，我已经在梦中看到了关于她的一切。她不会有事，但也的确需要帮助。来，让我们一起去完成她的未尽之事吧。不用害怕，这只是一点小小的搭车技巧而已。可惜，它只能在虚数空间发挥作用，无法帮上你们太多。德丽莎，还好，她只是昏了过去。辛苦你了，德丽莎。接下来的事，就交给我们吧。即便已经耗尽了气力，你依然在守护这些人类的梦境吗？真是太好了，你做到了呢。即便他们无法感知到这一切，但是他们的本能，他们对于未来的渴望，终究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新的奇迹，就像他们给予我的这些力量。救我头，我们做到了！快点和虚数空间中的 Kiana 他们取得联系。中焰之茧的坐标确定